一位小哥在散步时，无意间在下水道里发现了一群小奶猫，几只小家伙蜷缩在角落里，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陌生人。原来刚刚小哥在马路上听到了小猫的叫声，他沿着声音的方向寻去，结果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。没想到今天刚出门就捡到了宝贝，于是小哥马上联系了几个好友前来支援。看见有陌生人靠近，几只小奶猫全都瞪大了眼睛，心想着自己藏到这里都能被你们这群老幼找到。由于是第一次见到人类，几只小家伙害怕地缩到了墙角。不过看他们干净的模样，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群流浪的小猫。几只呆萌的小可爱顿时就让小姐姐的猫瘾犯了，她迫不及待地凑到小猫面前，伸手抚摸着它们的小脑袋，这模样简直要萌化了。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几只奶凶的小猫，今天说什么也要给它们绑回去。随后小姐姐拎起一只小奶猫，被抓住命运脖梗的小家伙瞬间就失去了反抗的能力。接下来是第二只，这一招果真是小猫咪的克星，也不知道它们的妈妈去了哪里。可以看到小家伙们的颜值都很高，而且还长着一双深蓝色的大眼睛。很快3只小猫就被顺利拎到了外面，另外的2只索性也放弃了抵抗，于是小姐姐一次性将它们都捞了出来。小猫们似乎也感受到了人类的好意，它们并没有过多反抗，反而表现得异常乖巧。没想到流浪的生活并没有影响小家伙高超的颜值。看小猫一身白净的模样，小姐姐猜想它们肯定是由母亲照顾的，但仔细观察后四周却没有看见猫妈妈的身影。于是大家将它们放回原位，希望通过小猫的叫声来吸引猫妈妈。在经过几小时的漫长等待后，四周始终没有发现猫妈妈的身影。为了不让它们变成小流浪，小哥一行人只好先将小猫打包带走。回到家里后，小哥为他们购置了许多玩具，想不到几只小猫刚到陌生环境就肆无忌惮地玩了起来，看来这是完全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呀。看见几只活泼可爱的小奶猫，小哥的祖母顿时乐得合不拢嘴。此时的老奶奶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，心想着这下总算自己有个伴了。至此几只小猫也结束了流浪的生活，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是幸福的喵声。生活中我们小小的善举，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次崭新的生命。最后希望每个流浪的小动物都能被善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中国东北虎的实力究竟有多强？一只来自中国的东北母老虎，在2个月内不仅揍遍了韩国动物园的老虎和狮子，并且还成功逆袭成一代新的虎王。韩国为了培育纯种的西虎血脉，特意从中国引进了一只名为达莱的雌性东北虎。由于初来乍到，身在异国的达莱经常遭受本地虎群的排挤。执掌虎园的泡菜帮为了给达莱立下规矩，3天2头就怂恿手下小弟去找麻烦，于是双方很快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。虽说吃泡菜干不过吃肉的，但毕竟双拳难敌4手。在经过数次惨烈的战斗后，寡不敌众的达莱也打得伤痕累累。可作为一生要强的东北母老虎，达莱何时受过这种委屈？本以为凭借纯正的东北虎血统来到异国可以呼风唤雨，没想到却被本地虎群联合起来欺负。然而即便面对虎园内泡菜帮的多次霸凌，顽强的达莱也从未服软过。眼看虎王无法顺利收编这个外来转校生，为了双方安全的考虑，最后动物园只好暂时将达莱隔离进行单独饲养。在东北和母老虎的双重 buff 叠加下，一生要强的达莱并未选择善罢甘休，而是转身默默开启了他的复仇之路。在单独隔离期间，达莱每天都在进行刻苦的训练，一遍又一遍地锻炼着自己的耐力和敏捷度。他深知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，就必须要尽快让自己强大起来。看见这一行为的饲养员也很惊讶，于是每天开始为达莱加餐补充营养。在闭关修炼1个月后，充满力量的达莱王者归来，刚一出关就直接在虎王的地盘上留下了自己的气味，表达蔑视的同时也是在对虎王进行宣战。看着身形魁梧的达莱，虎王也是一脸紧张，但毕竟这里是自己的地盘，总不能丢了面子。于是虎王带着手下小弟准备教训一下达莱，哪成想小弟刚冲到对方面前就被达莱的一声怒吼震慑住，虎王的小弟瞬间被吓成了金渐层，大气都不敢喘一下，生怕下一秒被呼上几巴掌。这招虎啸山林让虎王的小弟们谁都不敢轻举妄动，但达莱明白如果靠自己单打独斗，最终还是无法取得胜利。他需要等待一个机会，一场证明实力的硬仗。等到虎王身边的小弟不在旁边时，达莱悄无声息地来到虎王跟前，二话不说就将虎王压在了身下。一场虎王争霸就此拉开了帷幕。俗话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，尽管对方是雄性虎王，可作为拥有东北虎纯正血脉的达莱，在力量和体型上完全不逊色于对方。压抑多日的委屈和愤怒在战斗中彻底爆发了出来，伴随一招黑虎掏心，虎王直接被拍下了王座。看似短暂的交锋却招招致命，负伤的虎王无力再战，只好选择认输。经此一战，落败的虎王让达莱在虎群内奠定了王者的位置，园内的泡菜帮也彻底臣服在了达莱的脚下，再也没有任何一只老虎敢上前挑衅。最终达莱凭借强大的实力赢得了虎群的尊重。本以为是一场昭君出赛，没想到最后却演变成了武则天登基。看见此番情形的管理员也是彻底懵了，心想着难道吃泡菜和吃肉的差别这么大吗？一雪前耻的达莱在众虎的仰慕下登上王位，他站在汽车上霸气巡视着自己的脸。如今他不再是曾经的达莱，而是涅槃重生的女王。
大清早起来跑步，却被一只奶凶的小流浪挡住了去路。别看小家伙个头不大，但脾气还不小，这副炸毛的模样像极了一只发怒的小老虎。看到小家伙气势汹汹的模样，小哥也不敢轻易上手。面对眼前的陌生人，他不但没有逃走，反而是大胆地拦在了路中间，嘴里一边骂骂咧咧，还一边盯着小哥看，像是在警告对方：你要是敢过来，那可别怪我呼你2巴掌。虽然脾气暴躁了点，但这小家伙的颜值是真的高，蓝蓝的大眼睛，标准的猫脸，2只微垂的小耳朵，简直是萌化了。也不知道他为啥拦住小哥，难不成是肚子饿想打劫点食物吗？遇见一只这么可爱的小猫，小哥自然不会放过任何特写的镜头，但这可把小家伙惹火了，上去就施展了一套喵喵组合拳，就连附近的流浪猫都跑来吃起了瓜。此时场面顿时有些尴尬，再仔细打量一番后，猫咪似乎也知道小哥并没有恶意，于是便主动放下了防备。小年纪就过上了独自流浪的生活，也不知道他是如何生存下来的。在小哥不断的安抚下，猫咪的眼神都变得温柔了许多，它可怜巴巴看着小哥，似乎在说：好心人给点吃的吧。很快，小哥以80迈的速度从附近的超市买来了肉罐头，大概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陌生的食物。猫咪盯着罐头瞅了半天，闻了几遍之后还是不敢下嘴。经过一番仔细观察后，最终猫咪晃了晃脑袋，还是选择了放弃。这回小哥也没客气，伸手就要摸上几下，但想到小家伙之前凶巴巴的模样，小哥又将手缩了回来。不过此时猫咪早已对小哥卸下了防备，转而露出一副乖巧的样子。小哥见时机成熟，果断出手将猫咪一把捞起。被抓在手中的猫咪不但没有反抗，反而呆呆地望着小哥，这朦胧的小眼神顿时让人哭笑不得。小哥本想多看上几眼，然而小家伙却显得有些不情愿了，没办法，只好将他放了下去。但此时的小家伙已经被小哥彻底降服，态度也发生了360度的转变，居然还主动在小哥面前撒起了娇。这么小就在外流浪，想必是受了不少苦吧。此时小哥才明白，原来小家伙之前凶巴巴的模样都是装出来的，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。望着眼前呆萌可爱的小猫咪，小哥心里是越看越喜欢。小家伙现在是完全信任了对方，甚至还和他玩起了游戏。正当小哥打算起身离开时，猫咪却大声叫了起来，生怕小哥抛下自己独自离开，看样子不带他回家是不行了。就这样，小哥顺理成章地将它装进了袋子里。看着袋子里的哈基米，小哥笑得合不拢嘴。没想到大清早就捡到了宝贝。回到家里后，小家伙开始四处乱爬，似乎对于周围的一切都很好奇。在仔细观察一圈后，小家伙表示对环境很满意，至少以后不用再流浪了。其实动物也和人类一样具有情感，很幸运小家伙遇到了一位心软的神，但并不是所有的流浪猫都有这样的幸运。希望每个人都能善待流浪动物，因为任何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为了顺利混上编制，这只老鹰竟然装傻充愣了2年半，每天训练超过1小时就喊累。不但如此，这家伙刮风下雨不训练，气温太高不出门，就连围观的人多一点他都不干。更让饲养员无语的是，作为翱翔天空的霸主，这只堕落的老鹰居然表示自己恐高不会飞。饲养员说他从未见过这么笨的老鹰，别人家的老鹰都是上9天打架，下午扬捉鱼，随便振翅一飞就是10万8千里，可自家的老鹰不仅不会飞，就连胆子都比母鸡小。平时周围一有点风吹草动就被吓得满地乱窜，哭着喊着往饲养员怀里钻。没办法，小姐姐只好将老鹰抱在怀里哄着它。好家伙，这到底是老鹰投错了胎，还是母鸡劈错了皮？虽说它长着一副鹰的外表，但行为却表现得机理机气。可即便如此，饲养员依旧每天不厌其烦地训练它飞翔的能力，希望能帮助它早日回归大自然。小姐姐不断示意老鹰飞到自己的胳膊上，本以为气势汹汹的老鹰就要腾空飞起，没想到老鹰扑腾了几下，下一秒直接变成了走地鸡。对于这种情况，饲养员已经见怪不怪了，毕竟自己就从来没见它飞起来过。浑水摸鱼一上午后，老鹰回到宿舍洗了个冷水澡，接下来就是午饭的时间。不久后，饲养员为它端来了新鲜的泥鳅。老鹰看着今天的午餐若有所思，心想着自己之前可都是吃牛肉的，今天突然改变伙食，难道自己偷懒混编制的计谋被识破了？机智的老鹰连忙摇头，表示自己不是一只杀生的鹰，对这种小黑子并不感兴趣。饲养员试着将食物送到他面前，老鹰马上装成一副受到惊吓的样子，宁愿挨饿也不肯去吃地上的泥鳅。小姐姐见状也是心疼得不得了，赶紧跑来安抚受到惊吓的老鹰。然而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，这一切竟都是老鹰设计好的阴谋。饲养员告诉我们，这只老鹰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，救助人员在野外发现它后便交给了动物园照。由于从小被人工饲养，这只老鹰似乎丧失了野性，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只不会飞的鸡。对此小姐姐也十分愧疚，每天想尽各种办法陪它训练，希望能帮它唤醒与生俱来的野性。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，这只老鹰变得越来越懒惰，就连性格也和小姑娘一样，
动不动就跑到自己怀里撒娇。看着日渐堕落的老鹰，饲养员只好请来金牌驯鹰师帮忙，希望尽快帮助它回归大自然，因为这所动物园根本没有属于老鹰的岛。老鹰看着眼前的陌生人，顿感不妙，马上施展自己的独门绝技。他像往常一样跑到饲养员那里撒娇卖萌，却没想到驯鹰师早已看穿了他的把戏，二话不说抱起他继续训练。但聪明的老鹰并不买账，他知道只要回到心软的小姐姐身边，就可以顺利逃避训练。可驯鹰师并不打算放过他，对他开展了一系列的特殊训练。为了监督老鹰偷懒的行为，驯鹰师还高薪聘请了一位王牌飞行员来为他进行示范。没办法，老鹰只好乖乖地进行训练。此时的老鹰已经顾不上伪装，各种五花八门的项目搞得他头晕目眩，没一会儿的功夫就被累得气喘吁吁。等到中午休息时，气急败坏的老鹰终于露出了本性，对着盆里的小鱼就是一顿宣泄，心想着要不是看这里福利待遇好，自己早就不装了。第二天还没睡醒的老鹰一大早就被驯鹰师扔进了箱子里，接着就把它往100米的山顶送去。还没等老鹰反应过来，驯鹰师直接把它抛了下去。这下老鹰再也没法装了，立刻张开双翅在空中翱翔。第一次飞行的老鹰也没想到，原来自由飞翔的感觉竟是如此美妙。在天空盘旋一圈后，老鹰突然想起了编织的事情，于是他赶紧飞回了饲养员怀中。接着饲养员拿起弓箭射向半空，为了弥补过错，老鹰马上冲上去将箭叼在嘴里。他委屈地看着饲养员，希望他能念在多日的感情上收留自己。饲养员对此也是哭笑不得，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竟然被一只老鹰骗了2年半。不得不说，这只老鹰是懂生活的。大家觉得它像你身边的哪个朋友呢？一只白猫从出生就开始站立行走，这可不是在表演节目，而是它每天生活的日常。难不成喵星人要占领地球了吗？女主人说，自家猫咪自从学会走路就开始站立，它总是以一种诡异的姿势站在地上，并且还经常一脸严肃地盯着自己。看见猫咪呆头呆脑的模样，刚开始女主觉得还是挺可爱的，可慢慢的她逐渐怀疑这只白猫是不是成精了，因为猫咪总是以站立的姿势时不时观察自己。平时在厨房洗碗的时候，它就在一旁监督着，生怕主人偷吃自己的小鱼干。别人家的猫是4肢着地，可它一天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站着。猫咪的行为也让主人百思不得其解，就连平时收拾卫生它也要在一旁注视着，甚至还会挥舞小爪进行指挥，一时间竟分不清到底谁是主人了。它的行为似乎并不像一只正经的猫。由于猫咪整天站立，女主开始思考是否它混有猫鼬的基因。让人更加不可思议的是，这家伙竟然还喜欢追剧。当主人拿出遥控器时，他马上就跑到了电视前面，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，好像他真能看懂里面的内容一样。即便面对零食的诱惑，他也只是扭头看看，接着转身继续观赏节目里的内容。为了找出猫咪这种奇怪行为背后的原因，女主人带他来到了宠物医院寻求答案。可就在这时，猫咪突然站了起来，这可把没见过世面的医生吓了一跳，而猫咪则是一脸疑惑地看着对方。随后医生为他做了详细的检查，但猫咪的身体却很健康。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后，医生表示引发这种特殊行为的原因是心理问题所导致的。一般情况下，宠物站立多半是为了讨好主人，希望以此来获得更多的关注和重视，而这只猫站立已经成了习惯，说明主人对它严重缺乏关注。原来自从女主人有了孩子后，她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宝宝身上，很少有时间去理会猫咪。与之前相比，猫咪感受到了巨大的落差感。从那时起，它便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引起主人的注意。当它站立时，主人就会特别关注它。长期以往下来，猫咪便养成了站立的习惯。医生说，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，只要平时多花一些时间来陪它玩耍就好了。得知事情的真相后，女主也是感到有些愧疚。她决定接下来要多花一些时间来陪伴猫咪，帮它改掉这个不良的习惯。因为长期站立会影响猫咪的身体健康，并且如果总是站着，万一哪天开口说话了就不好了。你们家的小猫会像这只白猫一样站立吗？一只头部受伤的流浪猫30天竟偷了100块鸡胸肉，然而它自己却一口没吃。只见猫咪快速穿梭在街道上，不久后便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。这位保安大叔说，小区里最近出现一只偷鸡胸肉的橘猫，不仅身法矫健，行动速度快，并且作案手法也十分娴熟，一看就是个惯犯。附近的居民也表示，经常会看到猫咪叼着一块比脸还大的鸡胸肉，每天都来回穿梭在小区里，但谁都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偷来的肉。为了查明事情真相，记者小哥决定跟随猫咪一探究竟。很快大家便在街道上发现了猫咪的身影，看见有人跟踪它，显得格外谨慎。只见它快速跳上花坛，接着来到了一户居民楼的院子里。此时一位大姐打开了窗子，随后递出一块鸡胸肉，猫咪马上跑过去将肉叼起，然后转身离开。它高兴地跳下花坛，叼着肉在路上加速奔跑着，似乎急着赶往另一个目的地。可这位大姐和猫咪是什么关系呢？带着强烈的好奇，记者找到了投喂猫咪的户主。大姐告诉我们，猫咪每天都会来讨要食物。起初见它可怜，好心的大姐就投喂一些猫粮给它，但最近一段时间，猫咪吃完饭却怎么也不肯离开。她
她经常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。面对猫咪的行为，大姐很是疑惑，直到有一次拿给她一块鸡胸肉，猫咪才如愿以偿的离去。之后这家伙每天都要来3次以上。虽然不知道猫咪为什么要打包一份食物带走，但好心的大姐每次都会为它提前准备好。可奇怪的是，猫咪最近几天都没有来过。当几天后它再次出现在窗外时，猫咪的身上却多出了几道伤痕，如同往常一样，它还是默默等待着。看到这一幕的大姐连忙上前查看，然而猫咪却意外地躲进了草丛里，眼里充满着深深的恐惧。由于无法靠近猫咪，大姐只好将消炎药磨碎搅拌在食物中，接着将食物端给猫咪，希望它能早日康复起来。吃完饭后，猫咪又像往常一样蹲守在木凳上，看见小家伙可怜的模样，大姐从冰箱中拿出一块鸡胸肉，猫咪小心翼翼地上前叼起肉，随后转身默默跑远了。记者通过不断的走访和询问，最终在一户业主口中得知，原来猫咪脸部的伤是被人打的，因为它总是每天叼着肉在小区里穿梭，很多人都认为肉是它偷来的，所以便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，就连保安大叔也觉得它是一只偷东西的猫。此时想给坏蛋500拳的扣888，可猫咪叼着鸡胸肉究竟要干嘛呢？在一段时间的跟踪和观察后，小哥发现它穿过一片树林，来到了一所公寓的院子里，画面中隐约可见几只小猫。此时记者顿时明白了一切，原来猫妈妈嘴里叼着的鸡胸肉是留给孩子们的，可她自己却从未吃过一口。4只小猫被猫妈妈养育的白白胖胖，即便是身上有伤，她也要为孩子们带回食物。或许这便是母爱的伟大。经过摄影小哥几天的观察，大家发现猫妈妈白天独自出去寻找食物，她从大姐那里讨来鸡胸肉，便马不停蹄地赶回公寓的阳台，确认四周安全之后，猫妈妈便向孩子们发出信号。随后一只小猫从地板下探出了小脑袋，原来为了小猫们的安全，猫妈妈把孩子藏在了院子的地板下面。她每天不辞辛苦地来回奔波在2个小区之间，同时还要躲避着人类的伤害，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哺育自己的孩子。得知真相的大姐马上赶来探望，当看到眼前这一幕时，大姐不由得感动。她没想到猫咪讨要鸡胸肉是为了养育小猫，可以看出猫妈妈将它们照顾得非常好，每只小猫都干干净净，而且十分健康。大姐希望猫咪一家能得到救助，毕竟它身上的伤随时都有感染加重的可能。第2天，救援队匆匆赶来，大家打算通过诱捕的方式进行救援。果然不一会儿，猫妈妈又准时来到了大姐家。尽管她非常小心，但为了盘子里的鸡胸肉，她还是最终走了进去。随着笼门的关闭，猫咪也被成功救援。夜晚时，在工作人员几个小时的努力下，4只小猫也被顺利救援。随后，它们被带到了宠物医院进行检查。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，医生表示猫妈妈的营养严重不足，并且身上的伤也需要治疗。但幸运的是，几只小猫都非常健康。为了养育4个孩子，猫妈妈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，宁愿自己辛苦委屈，也要为孩子们创造最好的环境。这或许是每一位母亲内心最深沉的爱。母爱伟大，祝愿天下所有母亲都能平安快乐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家炸鸡店的老板是一只母鸡，当有客人进店时，它就会点头表示热烈的欢迎。母鸡名叫太美，它每天要接待上千名顾客，虽说总有不知情的客人被吓一跳，但丝毫不影响店内生意的火爆。毕竟这家餐厅的炸鸡的确好吃，每次看到炸好的鸡腿时，就连太美都会两眼放光，并且她最喜欢的食物就是鸡米花，一次最少干上2大碗。只要客人叫一声太美，她马上就会义无反顾地朝你飞奔而来。面对客人们吃炸鸡喝皮皮的场面，太美却显得异常淡定。比起当年在油锅里洗澡的经历，这些都是小儿科。据说太美在这家餐厅已经就职了2年半，除了日常的迎宾，她还会监督服务员的工作，确保客户吃到最正宗的炸鸡。但客户说看见太美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，这让他很是生气。可为什么太美没有变成炸鸡呢？原来2年前她还是一只流浪鸡，或许是被店里炸鸡的香味所吸引，于是她莫名其妙地走进了店里。出于同情好心的老板便将她收留下来，并为她取名太美。通过2年半的辛苦打拼，太美已经成为这家餐厅的活字招牌，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。果然最危险的地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隔壁烤鸡店的老板对此也十分羡慕，并表示自己也要养一只母鸡，但老板却说并不是所有的母鸡都是太美，2年半只是一个基础而已。14岁的老猫安详地趴在小女孩怀中，小主人一遍又一遍地为猫咪唱着摇篮曲，与它做着最后的告别。年迈的老猫陪伴了这个家庭走过了5000多个日夜，今天是它离开的日子。猫咪似乎已经知道自己即将去往另一个星球，它紧紧依偎在小主人怀里，看着眼前陪伴自己长大的猫咪，女孩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哽咽起来。猫猫伸出虚弱的小爪拍了拍小主人，仿佛在告诉女孩不要哭泣。看来就算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它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的小主人。原来贝利曾经是只流浪猫，从小便被这对好心的夫妻收养。
家里的几个宝宝都是他看着长大的，但贝利的一生中却没有一只孩子。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家庭，孩子们很喜欢拔他的胡须，可贝利从始至终都温柔相待。在过去的14年里，贝利如同家人一样，伴随主人一家度过了无数个欢乐的时光。他最喜欢的还是小主人艾比，他们一起嬉戏打闹，一起欢快地做着游戏。他喜欢依偎在小主人怀里，听着他歌唱美妙的摇篮曲。在孩子们的眼中，贝利不仅是一只宠物，更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。他不仅治愈了孩子们孤单的内心，同时也为2代人带去了无尽的欢乐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小主人开始慢慢长大，而贝利也变得越来越老。岁月的脚印也在他的脸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他不再喜欢和小主人一起玩那些曾经的游戏，相反，他更愿意依偎在小主人怀中。或许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想再多陪陪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姑娘。女主人无法接受贝利即将离去的事实，于是多次带他去医院进行治疗。可严重的肾衰竭让医生也只能摇头叹息。在最后的日子里，身体虚弱的贝利依旧每天陪着小主人一起读书，一起画画，一起洗澡。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贝利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小主人轻轻帮他擦拭着身体，就算到了另外一边也要干干净净。贝利的一生陪伴小主人读了数不清的书籍，而今这却是他最后一次伴读了。猫咪的眼角流下了不舍的泪水，女孩一边帮他擦拭着眼泪，一边安慰着贝利不要哭泣。或许此时他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小主人，又或许他正努力回忆着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几天后，贝利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，他依旧静静趴在小主人怀里，只是眼神中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活力。小主人抱着奄奄一息的贝利，嘴里唱着他最爱的歌曲，伴随着女孩悠扬的歌声，陪伴了一家人14年的猫咪安详迷逝。相信此时的贝利是幸福的，更是开心的。虽然他已经去往了喵星，但贝利用自己的一生为2代人带来了温暖和欢乐，他留下的记忆却永远活在了每个人的心中。正如女孩所唱的歌词一样，你永远是我的阳光，是照进我生命中的一束光芒。万物皆有灵性，内心充满爱的人同样会得到爱的回报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老人收养了一只没人要的小黑猫，却没想到为自己带来了500万奖金。在当地，黑猫被人们视为不祥之物。这天，老爷爷满怀期待地来领养猫咪，可当看见小猫后，脸上的笑容顿时就消失了。原来其他颜色的早已经被领养，唯独剩下这只黑猫没人要。小黑猫满眼期待地望着老爷爷，老人还是心软了，反正自己的一生都没什么好运，再差一点也无所谓了。随后，老爷爷开车准备将它带回家，路上遇见了红灯，小黑猫喵喵的一声，原本红色的路灯瞬间就变成绿色。老人看了一眼猫咪，内心有点小惊喜。爷爷并不知道这才是他幸运的开始。到家后，老爷爷刚准备下车，小黑猫又喵叫一声，一把雨伞突然从远处吹了过来。老爷爷转身看向猫咪，此时天空顿时下起倾盆大雨。老人撑着雨伞走进了公寓，可刚走进屋里，却看到了电梯正在维修的标志。老爷爷正打算走楼梯，小黑猫又喵叫了一声，原本维修的电梯瞬间就恢复使用。老人很是惊讶，爷爷意识到这是一只能带来好运的黑猫。走廊中正在搬家的邻居挡在了前面，小黑猫一声喵叫，挡住去路的家具马上就被搬走。新邻居热情地和老爷爷打了声招呼，并表达了歉意。回到家里后，爷爷将它放进了提前备好的猫窝里。看着神奇的小猫，老人很是欣慰。此时小黑猫又喵叫了一声，老爷爷抱起小猫后发现是幸运的大奖。看着眼前神奇的小黑猫，老爷爷心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马上抱起猫咪去领取这份大奖。走着走着，猫咪突然叫了一声，缩进怀中。爷爷停下脚步查看，此时突然一棵圣诞树在面前重重砸了下来。老爷爷知道是幸运的小黑猫救了他一命，他来到后刚好只剩下最后一张。小黑猫又叫了一声，爷爷明白这笔500万大奖非他莫属了。可没想到此时新来的邻居也打算碰碰运气。老爷爷看了一眼怀孕的邻居，犹豫片刻后，爷爷决定让出这份大奖，或许他们才是真正需要这笔钱的人。这时小黑猫又叫了一声，表示对爷爷善良的举动给予肯定，同时也是为屏幕前的你送去一份幸运。这名流浪汉轻轻拂去眼角的泪水，嘴里不停念叨着对不起。原来今天是2只狗狗的生日，流浪汉用身上仅有的积蓄买了一个小蛋糕，打算为他们庆祝生辰。2只狗狗头上戴着生日帽，安静地趴在小哥身边，他们满眼期待地等待主人打开包装。看似简单的生日派对，却是小哥精心准备的。他从破旧不堪的背包中掏出2根蜡烛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插在蛋糕上。2只狗狗已经陪伴他走过了6年的时光，食不果腹，风餐露宿便是他生活的常态。可狗狗并没有因为主人的贫穷而离开，反而不离不弃地陪伴在小哥身边。或许对于他们而言，有主人在的地方便是家的存在。小哥一边拍手一边为狗狗们唱着生日歌，这一刻寒冷的大街却散发着炙热的温暖。尽管流浪的生活是如此艰难，可风餐露宿的日子并未让他失去内心的那份乐观和善良。他从兜里摸出一只打火机，点起了蛋糕上希望的烛光。蛋糕虽小，
但却是流浪汉眼中的奢侈品。小小的蛋糕装满了他对狗狗们沉甸甸的爱。看着陪伴自己多年的老朋友，小哥用温暖的手抚摸着狗狗。身为一名流浪汉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但他却有2个视他为全世界的家人。眼前有爱的一幕让人心酸又感动。身体固然在漂泊，但此时的他却并不孤单，因为有了狗狗们的陪伴，流浪汉漂泊的心便有了可以停泊的港湾。他将切下的蛋糕分给了狗狗，而2个小家伙也很懂事，如同孩子一般乖乖地等待主人为自己分蛋糕。一颗善良与感恩之心让陪伴他的狗狗也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与爱。他是一名流浪汉，但他的狗却不是流浪狗。狗狗们都吃上了美味的蛋糕后，流浪汉才为自己切了一小块，可只是品尝了一口，他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涌上了眼角。或许他哭泣是因为没有给狗狗们一个温暖的家，又或者蛋糕的味道让他想起了曾经的家。愿这世上再无流浪，也希望每个淋过雨的人都能想着为别人撑一把伞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只狗看似忠厚老实，背地里却是个时间管理大师，妥妥的扎狗子。家里怀孕的老婆他不管，一心只想着偷偷出去干坏事。对于每天早出晚归的狗子，主人也很好奇，于是给他装上了摄像机。可拍到的画面却令主人震惊不已。这天，他将怀孕的老婆哄睡后，便急不可耐地开始扒门。打开门的狗子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，直到第2天早上，他才出现在家门口附近。对于丈夫整夜未归，担心一晚上的妻子难免有些怀疑。可经过仔细检查后，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。最终，他只能选择了相信。主人发现狗子每次回来后，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似乎整个身体都很疲惫，而且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叼饭盆，暗示主人自己需要补一补。然而主人却并不知道，这家伙嘴里吃着狗粮，心里却惦记着外面的花花世界。吃饱喝足的狗子片刻没有停留，转身又跑了出去，一直到了晚上，他才晃晃悠悠走了回来，并且身上还弄得一团脏。主人不断质问着他，外面到底有什么业务这么忙呢？每天早出晚归，连怀孕的老婆都不管不顾了。面对主人的指责，深知理亏的狗子却装起了糊涂，还摇尾乞怜地讨好主人。果然家主也很吃这一套，但狗子每天夜不归宿也不是个事儿，于是主人决定给他带上摄像机，看看他每天在外面到底在干什么。趁狗子外出的功夫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，如果你单身又喜欢玩的，试试左下角这个，里面有冷艳秘书、黑丝女仆、热情护士、魅力空姐，你喜欢的类型全都有，百款女友任你挑，赶紧试试吧。第2天一早，狗子像往常一样回来，此时主人早已迫不及待地想要一探究竟。只见他一路翻山越岭后来到了山脚下的一户人家，此时一只母狗热情地迎了上来，2狗含情脉脉一番后，狗子转身又跑去和另一只母狗卿卿我我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几分钟后，又一只小白狗出现在了画面里。此时的主人已经彻底懵了，原来自家的狗子竟是一个海王，怪不得每天回来后都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。得知自己的秘密被发现，狗子害羞地低下了头。然而这还没完，接下来还有第4只、第5只，他甚至还找了只金色毛发的女友。狗子知道这下免不了主人的唠叨，所以故意装睡了过去。然而一旁的妻子小黑还被蒙在鼓里，但为了狗子的家庭和睦，主人并没有告诉小黑，而是选择带上他去登门道歉。可狗子可不管这些，刚进家门，2狗就温存了起来。主人通过大婶的交谈得知，原来自家的狗子不仅谈了女朋友，还和大婶家的狗生了一窝宝宝。听到这里的主人说了声抱歉，并且让狗子鞠上一躬表示歉意。而大婶的一番话更是让主人颠覆了3观，因为他不仅在这里有狗仔，由于狗子喜欢四处留情，整个村里只要他去过的地方，基本都有他的孩子。主人对着狗子就是一顿批评教育，话说自己做梦都想找个对象，可狗子的女友却多得数不过来，这让主人很是郁闷。没想到就连回家的路上，他都能轻松搭讪一条小黑狗，这技术堪称狗界的祖师爷。随后狗子被强行拉了回去，并且次日就帮他做了绝育。没了念想的渣狗自然不再出去。最后曾经的浪子回头，与老婆一起过上了美满的幸福生活。要打针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5只小老虎上一秒还在奶凶奶凶的喵叫，见到饲养员后立刻就怂了。饲养员也没客气，一把薅住小老虎的脖梗就给提了出去。堂堂森林之王难道也怕打针吗？刚出生的虎宝宝都十分可爱，呆萌的样子谁都想上去撸一把。就是这群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可爱，可把虎妈给累坏了。不久前虎妈一时兴起，本想着生2个虎崽子陪陪自己，没曾想一不小心生了5只出来，这下给虎妈愁得满脸皱纹。虽然每只颜值都很高，但一次性带这么多娃，就算是母老虎也扛不住了。刚好今天是虎宝宝们打疫苗的日子，虎妈趁这个机会赶紧溜了出去。离开妈妈的小老虎紧张地蜷缩在角落里，心想着妈妈是不是不要自己了。这时一群饲养员突然冲了进来，
小老虎龇牙咧嘴的发出威胁，不知道本喵是老虎吗？再往前一步我就吃了你。可见到饲养员手里的针头后，两只小老虎立马就怂了。饲养员一把拎起最嚣张的那只。隔壁的虎妈听到孩子的叫声，很是担心，这才反应过来自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。此时悬在半空的小老虎被吓得四肢瘫软，恳求饲养员能放自己一马。结果下一秒就被拉去称了体重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饲养员一针就扎了进去。接下来是第二只，帮小老虎称完体重后，饲养员还帮他检查了一下牙齿。你别说，这牙齿还真白。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中，小老虎最终完成了注射。看见饲养员又走了过来，几只小老虎骂骂咧咧：“你还没完了是吧？”结果又一只被拎了起来。当看见针头的那一刻，小老虎已经生无可恋，此时心里只想回到妈妈身边。经过检查，发现小老虎的眼睛有些感染，但只要滴上药水，很快就能好了。刚打完针的小老虎一脸委屈，一个个耷拉着脑袋，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恐惧中走出来。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，饲养员特意准备了丰盛的午餐。见到美食的小老虎抱着大猪蹄子就啃了起来，看来没什么是一顿肉解决不了的。美美饱餐一顿后，当然还得出来透透气。虎妈率先走了出来，今天是小老虎第一次看见外面的世界，几只小家伙愣是不敢踏出家门口，这可给虎妈急得不行，心想咋生了几只胆子这么小的。最终在虎妈的不断召唤下，虎宝宝才敢纷纷出动。没见过世面的小老虎四处乱跑，对外面世界充满了好奇。一只小老虎跑到水池想泡个澡，但这水温也太烫了吧，果断选择放弃。但老虎对水有着天然的好感，几只小家伙很快在水里嬉戏了起来。可打算上岸时，小老虎脚底一滑，直接摔进了水里。还好大家没看见，不然我这虎脸往哪放？为了找回颜面，小老虎决定去深水区证明一下实力。结果一个不注意又掉进了水里。一旁的虎妈听到声响变得紧张起来，看见落水的熊孩子，虎妈嘴上骂骂咧咧，但还是不放心的走了过去。看见宝宝自己游上了岸，虎妈这才安心的离开。但熊孩子不止一只，总是有虎宝宝不断去深水区尝试，虎妈只能时刻盯着，动不动就得从水里叼一只上来。这一下午不是叼虎仔就是在叼虎仔的路上。事后虎妈将他们放进浅水区，并且用实际行动告诉孩子，这才是小朋友该玩的地方。小老虎成长的速度很快，不久后他们开始练习跳跃和捕猎，几兄弟在训练时都非常认真。看见孩子们这么刻苦，虎妈也深感欣慰。没曾想这只将目标放到了亲妈身上，还吓了虎妈一大跳。按理说小老虎早就该断奶了，可这么大的小老虎还整天追着妈妈要奶喝。很快小老虎们就围了上来，没办法，虎妈只好赶紧开溜。这下彻底给虎妈整怕了，见到这群小祖宗撒丫子就跑。可粘人的熊孩子可没那么容易甩掉，最后虎妈一跃而上，跳到了高处。由于小老虎还没学会爬树的技能，只能在地上急得团团打转。虎妈大口喘着粗气，直呼当妈太难了。几小时后迎来了晚餐的时间，但精疲力竭的虎妈却没有一点胃口，直接选择了躺平。此时一只喜鹊飞了过来，看见地上的美食，它可高兴坏了，这下捡了个大便宜。可一旁的小老虎不乐意了，敢在我地盘抢吃的，说着就发动了进攻。喜鹊见状慌忙飞走了。为了守住地盘，5只小老虎开始追赶入侵者，直到把他们都赶走才肯罢休。不久后，小老虎们开始呼呼大睡，估计是刚才玩得太累了。为了帮虎妈分担压力，饲养员特意为虎宝宝们制作了木马玩具，老大直接就爬了上去，可另外2只被吓得接连后退。小老虎一口气将木马掀翻在地。有了新玩具的孩子们一时间忘了妈妈。此时虎妈终于得到了片刻的歇息，看来带娃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希望5只小老虎能健康成长，早日成为森林之王。女孩最讨厌的狗死了，她却比任何人哭的都要伤心，因为天生怕狗。邻居家的恶犬成了她童年的阴影，每次从邻居家路过，狗狗都会对她犬吠不止，因此女孩每回都要躲得远远的。这天女孩经过时，老奶奶告诉她，狗狗并没有恶意，它只是想保护自己的主人。女孩尴尬的笑了笑，她可不相信凶神恶煞的狗不咬人。1周后，女孩发现老奶奶去世了，而狗狗守在一旁始终不肯离开。没办法，医护人员只能强行将担架推走，可狗狗并未就此离去。望着紧追不舍的狗狗，女孩陷入了沉思。从那天开始，狗狗再也没有叫过，它只是静静地蹲在门口注视着远方。第2天，女孩出于好心，便给了它一串鱼丸，可狗狗连看都没看，难道它是想随主人而去吗？第3天，女孩又送来了食物，可它丝毫没有理会。第4天，狗狗已经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。此时女孩被震惊了，她尝试摸了摸狗狗来安慰它。终于在第5天的时候，狗狗接受了女孩的食物，看见它肯吃东西，女孩终于放心了。走着走着，她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当转身的那一刻，她发现狗狗竟然跟了上来。女孩开心地笑了，她呼唤着狗狗的名字，这是2份接受彼此的双向奔赴。女孩将它带回了自己的家，帮它洗去昔日的悲伤，还特地准备了一份小礼物。从此狗狗有了新的主人，女孩给了它第2次生命，而狗狗则成了它形影不离的忠诚护卫。普通的车站是他们分别的终点，同时也是再一次相见的起点。有了狗狗的陪伴，女孩每天都很开心，他们一起奔跑，彼此陪伴。白天她是女孩的专属保镖，
这一刻，女孩终于知道，原来老奶奶没有骗她。夜晚，女孩准备考学，狗狗就乖乖的待在一旁。一天夜里，狗狗突然犬吠不止，听到声音的父亲走了出来，原来是电源起火，一场火灾因狗狗的及时发现而被避免。女孩很是欣慰，原来她真的是自己的保护神。第二天，狗狗像往常一样送女孩到车站，可放学后熟悉的位置却没有见到狗狗的身影，她顿时有些不安。不远处，一群人似乎在围观什么，仅一眼，女孩原本平静的情绪顿时被打破，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，原来狗狗在等她时出了车祸。女孩哭了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她祈求大家帮帮自己的狗狗，可除了惋惜，她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女孩抱起受伤的狗狗，拼命的在路上狂奔，她一边哭泣一边呼唤着狗狗的名字。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宠物医院，女孩疯狂的敲打着卷帘门，可这扇分别的铁门却怎么也打不开，因为没能及时抢救，狗狗最终永远闭上了眼睛。女孩紧紧将狗狗搂在怀里，这是她第一次体会到撕心裂肺的痛。她回忆起了与狗狗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从最初害怕狗到开始逐步接受，再到彼此的相互陪伴。虽然它是一条狗，但却给了女孩最忠实的守护与陪伴。一颗颗的泪滴不断从女孩脸颊滑落，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这般心痛。这一刻，女孩下定了决心。几年后，女孩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宠物医生，用一颗有爱的心拯救了无数的小生命。一条狗改变了女孩对动物的看法，同时也改变了她的人生。有人问女孩如此优异的成绩为何选择这样的职业，女孩只说了4个字：不留遗憾，愿每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是我见过最嚣张的母鸡，竟然做起了小狗的妈妈，而小狗也认为它是自己的妈妈，用舌头不停地舔着母鸡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母鸡经常把小狗压在身下，就像孵化其他小鸡一样，但随着小狗的不断长大，母鸡也有点懵了，这孩子咋和我长得不一样呢？现在母鸡带娃的压力是越来越大，毕竟小狗仔可不是吃素的。很快鸡舍里迎来了午饭时间，听到召唤的母鸡纷纷跑来干饭，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，说的就是狗窝里的这只母鸡，为了带娃居然连饭都不吃了。主人告诉母鸡这不是你的娃，还将食物端在它面前，可倔强的鸡妈丝毫不为所动。主人没办法，只好将它从狗窝抱到鸡棚里，可母鸡刚落地就朝着门口冲了出去，以80迈的速度返回狗窝，一路飞奔后最终抵达原地。气不过的主人又将它强行抱了出来。此时被困在鸡舍的母鸡十分焦虑，不断四处寻找出口，最终还是顺着门缝钻了出去。看来已经没什么能阻挡它和孩子在一起的决心。大家觉得它是母爱伟大还是泛滥呢？望着和自己截然不同的妈妈，小狗仔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此时一条狗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，小狗仔们赶紧跑了出去。毫无疑问，它才是小狗真正的妈妈。主人说，狗妈每天会回来3次给孩子喂奶，但喂完奶就出去浪了，除了喂奶的功夫几乎看不到它的影子。狗妈显然是个十足的街溜子，所以小狗们多数的时间都是和鸡妈在一起。可为什么母鸡会把小狗当成自己的孩子呢？原来母鸡曾在狗窝产下几枚蛋，恰巧当时狗妈产下小狗，主人把鸡蛋收走了，母鸡便把小狗们当成自己的孩子照顾。随着小狗们逐渐长大，下手没轻没重的孩子让鸡妈可是吃尽了苦头。现在母鸡不仅掉毛严重，体重也明显下降，但为了孩子，它只能默默承受着一切。兽医建议让它们尽快分开，这样对彼此都有好处。随后主人为小狗们安置了新家，看得出小狗们也非常喜欢。另一边，主人拿来几颗鸡蛋给它孵化，母鸡也很配合的将鸡蛋放到肚子底下。主人说，这下可帮你圆了做母亲的梦了。不久后，母鸡的身下钻出了小鸡，尽管都不是它生的蛋，但母鸡也如愿以偿的做上了妈妈。而另一边的狗妈显然还不太适应。母爱伟大，让我们为鸡妈妈无私的爱点赞。